我起不来，你能……那你歇着，反正也没你什么事儿。小师妹，竟然是真的，怎么会是真的？你刚刚不是说你也看到树人了吗？看到了当初修仙界收徒大会时，烈阳殿的那个管收徒弟的弟子啊，当时他凶巴巴的叫我滚远点，我就眼熟他了。小师妹，现在我们怎么办？踢到铁板了。没事儿，他可以假装爱你，你也可以假装先爱他呀。你可太信任我的演技了，压力顿时非常大。微微，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会到遮云城来？这事儿你爹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啊，就是他叫我来的。你的实力他再清楚不过了，他叫你到遮云城来做什么？他爹叫他到遮云城来找你。找我？你就这么担心我吗？对，他爹担心你拿了他们家的乱心镜跑路了，叫他帮忙把乱心镜追回来。哎，我很快就是要娶微微的，我们今后就是一家人了，我怎么会私吞他们家的乱心镜呢？吴师姐，你听到没？他说他马上就要还给你。不愧是小师妹，这也太会把人往沟里带了。于是他赶紧配合的朝贺在庭伸出了手。还我，谢谢。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影响你还乱心镜，我们事情一件一件来，不要混在一起搞不清。你犹豫那么久，不会是不想还了吧？师姐，你爹担心的没错，你这千里迢迢的不顾安危九死一生的来到这里找他，你终于找到他了，可是到头来他却根本不在乎对你的承诺。陆白薇瞪大了眼睛，他还没想好词儿，他的后背上的肉就被叶元龙狠狠地揪了一下。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老爹看走了眼，导致我所托非人，这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呀？我不活了！师姐，那个千万别冲动啊！陆伯父满心期盼着你俩能够携手带回去火烛。若是你在遮云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他老人家肯定会去找贺家算账的。到时候两家要是打起来就麻烦了，你可不能有事啊！别哭了。那你可以还给我了吗？你们说的我不信，你爹怎么可能会让你来追回这乱心镜？我保证我绝对没有撒谎，我拿我师傅的名誉给你担保。我人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但我师傅是一宗掌门，我拿他给你做保证更可信一些。没错，我拿我师傅的性命跟你担保，不信我让我五师兄也发誓，他是什么人你是知道的。我拿我师傅下半辈子的气运跟你担保，这样行吗？我拿我们首席大弟子的项上人头跟你担保，他爹的嘱咐我听见了，如果我撒谎，那就让我大师兄被天打雷劈，修为尽断，众叛亲离，人人憎恶，不得好死。他这气势十足的一吼，把在场所有人都震惊到了。他们之所以敢拿师傅做担保，是因为他一辈子待在清玄宗的护宗大阵里混日子，名誉跟他无关，性命不会有事儿。至于气运，顶多就是爬山的时候摔一跤，委屈点没什么。罗延忠喊完之后，忽然发现自己有点上头，于是赶紧缩回墙角，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你也听到啦，我们的发的是那么狠，师傅大师兄都拿来给你起誓了，你若是还不相信，那就说不过去了。可惜火珠我还没有找到，乱心镜我还需要用，现在暂时不方便还给你。微微，你相信我吗？我相信你乱心镜还要用，但这没关系啊，接下来我们肯定是要走一起的，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师姐便会拿出来用，她家的宝贝，她用起来是最拿手。我在跟微微说话呢，能让她自己回答我吗？我小师妹说的对，
贺在庭就是千般不愿，也只能把乱心镜拿出来递给陆白薇。师姐，你不检查一下吗？对啊，万一他给弄坏呢？弄坏不至于，顶多是给你一个假的。那是得好好检查一下。贺在庭这会儿气得脑袋更疼了，眼看着他检查好了乱心镜，把乱心镜收回了自己的戒指里面。你们两个筑基，一个炼气，是怎么一路到这里来的？那不是还有我五师兄吗？他一个保护你们3个？不行吗？我五师兄看起来这么不顶用吗？五师兄，他看不起你。木兄，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干嘛还这么问？见过穆萧然好几面，知道他性格温柔大方，从不计较的贺在庭一脸问号。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我们打算跟你一起走。我师姐她千里迢迢九死一生，不顾一切来找你，你不会不管我们吧？哈，当然不会不管你们。我们刚走到这里，也在寻找续火珠的线索。你们先在旁边等一会儿，不要乱动。这里的东西啊，以免是发生危险，知道吗？知道啦。哇，你还好吧？修为被压制到炼气，被元婴打了一拳。你试试看。你都知道他是元婴，你还冲？那不是因为你冲在了前头，我看你没出事吗？他要是个假的，我清心丹吞进去就没事了。他要是个真的，他是我青梅竹马未婚夫，打他一拳，他也不会杀我呀。罗延忠呆住了。师姐，你别惊讶，但凡他能够聪明点。求你了，给我留点脸面吧，我保证回去多读书，勤修炼，从此洗心革面。那就是还要傻完这一路了，是吧？这种问题怎么回答？你们路上都看到了，贺连放堕入魔道，吸食鬼魂。现在贺在庭跟他在一块儿，说明贺在庭也不是好人。而且他出门的时候还吃金丹，现在续火珠都还没有找到，人就变成元婴了。是吧，吴师兄？我先前就说贺在庭不是好人，你还非说我爹眼光好。这不是重点。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保全自己。心术不正的人很容易坐视偏激，他们太危险了。小师妹，你为什么要跟着贺在林他们一块走？因为他危险啊。这话一出，其他3个人全愣住了。小师妹的思路怎么那么难跟呢？他不是好人，可我们现在把乱心剑给抢回来，我们要是走了，他能善罢甘休吗？不能啊。我们就这样走出去，万一他偷偷摸摸的跟在我们后面，趁我们陷入困境时团灭我们，这不危险了吗？危险啊！而且我们就这么走了，万一他们一路上去找到了许多宝贝，我们这不血亏吗？血亏啊！血亏啊！血亏呀！这话说完，他们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反驳的理由。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着他们，假装柔弱，抱紧大腿，等他们掏完雷劈外命，咱们呢再顺手把宝贝给装进口袋里，他溜。是个好办法，但是听起来怎么反倒是自己不像好人了？小师妹，你说的都有道理啊，但我们趁机伤人夺宝，这是不是不太道德？吴师兄，对面如果是大好人，那我们确实卑鄙无耻。可是如果对面是大坏蛋，那我们这就是为民除害。你想啊，你在用智慧阻止一个邪修夺宝变强，是不是很伟大？这话没毛病，甚至还令人很期待。这2层里没有续火珠，我们上3层看看。好的。眼看着贺在庭他们几个人已经上了3层的楼梯，罗延忠赶紧起来，跑到2层的架子上去拿东西。叶玲珑也跟着回头去捡，顺手给了胖头一个麻袋。胖头心领神会干起活来。叶玲珑，
你不讲武德。小师妹，我就捡着玩，捡到的我全部给你。很快，2层被席卷干净，他们4个人跟上了贺在庭的队伍。贺在庭和贺连放又开始带着人在3层找了起来，这碰那儿看看，依旧没有进展。于是他们上了4楼，招财、胖头和长耳又开始干活了。木兄，你真的如此清高，不拿一点儿？接下来扫荡第4层的时候，穆萧然推了罗彦中一把，把他推到了4、5层的楼梯之上。罗兄，我其实没那么清高，只是缺个人替我把风。无语了，他再多嘴，他是狗。奇怪，燕振川就是燕家最后的一任家主，也是遮云城最后的一任城主。可这很奇怪啊，既然大家都是一起死的，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把剑捡回灵堂里，还给他立了一个灵牌？这说明当年的那场惨案里有一个生还者。那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出现过？也许他有苦衷，也许他就是凶手。那可是一夜灭城，一个人是怎么做到的？如果这个生还者或者这个凶手就是燕城主的那位故人呢？那他也没办法一夜灭城。叶玲珑眉头轻蹙着，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你们有没有想过，遮云城为什么也有那么多邪灵？其他3人一愣。也？哦，你们不知道我家招财是怎么来的？只见贺连放往燕振川的灵牌走了过去，然后伸手去抓燕振川留下的那一把剑。兄弟好眼光啊！这把剑就是原著里女主叶荣月在遮云城里收获的那一把绝世好剑。那把剑看起来好好啊，比我们在下面扫荡的所有东西都要好。小师妹，他又拿走了，怎么办？邪修家好剑，那就是祸害苍生，你不管管？不用管，他拿不走。剑光一闪，迸发出强大的利刃。完了，我们应该是触发这里的机关了。我们不会被关在这里给燕府的人陪葬吧？闭嘴！我们上6层，6层会不会更危险呢？回头一看，陆白薇他们已经跑上6层了，为首的还是叶玲珑那个小屁孩。于是他顾不得上面有没有危险，赶紧跟着跑了上去。住手！这里边的东西别再乱碰了。叶玲珑已经打开了石台上的盒子，贺在庭和贺连放迅速地冲上前去，围在了石台旁边。他们两眼放光且激动地看着这一枚续火珠。贺兄，你当初来遮云城之前是承诺过陆家老爷子要为我师姐去寻找续火珠吧？是这样没错的，所以我会亲手把续火珠带回去，交给陆老爷子。不必这么麻烦，反正都是给我师姐的，她拿就好啦。对，小师妹说的对。陆白薇说完，正要伸手去拿续火珠，他的手就被贺连放拦住了。贺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续火珠我必须自己带回去，这一回你们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微微，你从小就很懂事，应该不会在这个时候做犯糊涂吧？贺在庭用尽全力，甚至运转灵力都没能把它拿出来。呀，看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他们也没有啊。哼，这话说的，我拿不出来，难道你就能拿得出来吗？我当然也拿不出来啦。看到他伸手的时候，贺在庭和贺连放双双眯起了眼睛。若是他把珠子拿出来了，就杀人越货。看，这东西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他们转过头去，看向6层的其他地方，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师姐，要不你也试试？好啊好啊，我也试试看。
反正你们拿不出来，我也拿不出来，我不丢人。听到陆白薇那不靠谱又傻气的声音，贺在庭冷笑了一声，没当回事儿。下一秒，蓄火珠便到了他的手中。我拿出来了，这蓄火珠，嘿，竟然被我拿出来了！听到这话，其他人震惊的迅速回头，只见叶玲珑微微一笑，手掌在石台上摁了一下。下一秒，他们4个人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石台旁边。那个小孩一定是他。另一边，我的蓄火珠！叶玲珑和穆萧然见此，赶紧跑去追那一枚珠子。我的伙伴们，他落单了，在这个漆黑、恐怖又陌生的地方，他落单了。就没人来追我吗？是真的没人来追他。叶子姐，救命啊！你们知道罗延忠去哪玩了吗？下来就没看到他了。我也只看到蓄火珠滚下来。他怎么胆子那么大，一个人也敢跑那么远？有没有可能他又中邪了？忽然间，他们身后传来了一声低吼。咦，这里鬼魂挺有格调啦，身上还别了胸针。招财快尝尝，这品种的有没有更好吃一些？营养是不是更丰富一点？随后那一点绿色的鬼火被吞完进去之后，招财那双猩红色的眼睛忽然微微一亮，他嗖的一下转过身来。招财，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绿色的鬼火特别好吃是吗？喜欢就好，这趟我带你吃到饱。师姐，你想不想去牵着招财去玩一下？想。跟他站一块儿，知道他身体抖成了筛子的穆萧然一脸问号。师姐你不用怕啊，招财不会伤害清玄宗的任何一个人。之前收养他的时候，我让二师姐给我做了个幻境，他天天看天天听，他认得清玄宗的人，不会下口的。小师妹，他真的好乖呀，我要带他去玩啦。罗延忠，本姑奶奶来救你啦，你给我等着。我在这里，快来救我！等他停下来的时候，人已经扑到了招财的面前，他吓疯了一样赶紧掉头跑，一前一后两鬼夹击，天要我亡，我不得不亡。罗延忠两眼一闭，昏死过去。陆白薇当场就吓傻了。小师妹不是说招财他不吃人吗？眼看着招财马上就要一口咬到罗延忠的身上，叶玲珑迅速的一个符指贴了上去，招财不动了。穆萧然赶紧冲上来，把罗延忠挪到后面去。叶玲珑重新放开了招财，招财眼前没了新鲜货，这才将就着把那只追着罗延忠的鬼魂给吃掉。小师妹，你不是说招财他不吃人吗？清清楚楚的听到了小师妹说的是不知清玄宗人的穆萧然无语了。五师姐，她只是不吃清玄宗的人。啊，我都快忘了，罗延忠他只是我们随手抓来带路的烈阳殿俘虏了。有没有可能他自己也快忘了？小师妹，现在要把他叫醒吗？叶玲珑看了一眼还在进食的招财，他可能更愿意再睡一会儿。小师妹，这里是什么地方？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事说来话长，你们等一下。叶玲珑说完之后，走到旁边弄了一个简单的阵法。小师妹，你在干什么？我们要唠嗑，没招财什么事儿，但时间宝贵，他不能闲着。笼子打开，里面存的魂魄全部被放了出来。招财立即张大嘴巴吃了起来，吃下去第一口之后，有些不太开心的回过头看向叶玲珑。招财，挑食是不对的哦，而且我要清空一下笼子，不然拿什么装你爱吃的新鲜的胸针鬼魂呢？他是真的把鬼王当宠物养啊，就连装口粮的器具都那么齐全。小师妹，你什么时候抓了那么多鬼魂呢？前几个晚上趁你们夜晚修炼的时候。那五师姐，
这个蓄火珠给你。你是为什么需要这个蓄火珠啊？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天生体质寒凉，难以修炼。若是非要按照一般人的方向强行修炼，很容易走火入魔。所以我叔叔这才另辟蹊径，让我试试辅助系的功法。陆白薇说完，将蓄火珠收进了戒指里面。所以我爹一直想给我找到蓄火珠，改变我的体质。他是不求我未来修炼有所大成，只求我能够安心活着，不需要整日担心哪天就走火入魔了。听到这话，叶玲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原著，陆府未来会出一个堕魔，堕魔屠尽陆家满门，最后被叶荣月诛杀，拿到堕魔手里的月氏宝轴。师姐，你知道你家的宝物放在什么地方吗？当然知道啊，我小时候很调皮，仗着我爹的疼爱，哪都去过。他大概知道了，如果没有今天这一出，他带着师姐拿到蓄火珠，那么这一趟贺在庭无论有没有拿到蓄火珠，后续都不可能会送给陆家，送到陆白薇手里。他一直讨好并且接近陆家，那就一定是包藏祸心了，否则后续师姐怎么会走火入魔，陆家又怎么会满门全灭呢？原著说陆家是被堕魔灭门的，叶玲珑不信，因为他的师姐即使走火入魔了，也绝对做不出屠杀自家满门的事情来。师姐，这趟回去你记得跟你爹好好告状，让你爹防着他。那是必须的。贺在庭那个混蛋，他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告状没用的，他爹不会相信他的话。一开始就连我也不相信他，要不是亲眼见到，我想不到烈阳殿首席大弟子会是个邪小，更想不到处处优异的贺在庭人面兽心。他跟贺连放搅在一块儿，背后的肮脏事肯定没少做。那就只能不让他活着走出这里啦。小师妹说的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小师妹，我们为什么忽然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哪里啊？我们是不是要马上寻找出口？不然一会儿贺在庭跑了，我们就没机会打死他了。我刚刚在6层的时候看到那个石台上的符文，我知道这个蓄火珠上有阵法，它是开启传送阵的一个开关。小师妹，你也太厉害了吧！谢谢，我师姐你也很厉害。真的吗？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把蓄火珠拿下来，只有我一个人拿下来了，是吗？是的。原来他这么厉害。穆萧然见此笑了一声，没拆穿。我师妹拿蓄火珠之前，小师妹先碰过了呀，她碰的时候肯定做手脚了。小师妹，所以你知道这里是个什么地方？不知道啊。刚才觉得小师妹非常谨慎，又有那么些高深的穆萧然，问号问号问号。不知道你还送进来？燕家的传送阵嘛，以前他们自己用的，总不会传自己去送死吧？他是有谨慎的，但不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我现在开始想，马上就给你们想出个办法来。你们看，这些鬼魂身上都有绿火，但是外面的鬼魂就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品种不一样？错，是因为外面的鬼魂把自己的鬼火弄丢了。为何每一个字儿都能听懂，凑起来就完全听不懂？你们还记得之前在燕府看到的片段里，镇云城城灭当天晚上有绿火砸落下来吗？这辈子都忘不了。我在想，是不是那些鬼魂出去之后带着鬼火灭了镇云城，所以那个管家死的时候他是被撕开的。那你瞧。卞玲珑指了指正在进食的招财。我们家招财吃东西的时候很喜欢撕开了吃，可能这样是更美味。这两件事儿能不要放一块儿说吗？听着怎么那么恐怖啊？也就是说，遮云城灭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势力做的，而是这些带着鬼火的鬼魂做的。他们数量这么多，确实可以做到。对，如果
果是这样的情况，只需要有一个人把他们放出来就可以了。你说的是那个故人？灭尘当天来了应付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幸存的那个。他还把城主燕震川的剑带去了灵堂，给他立了灵牌。想必当时燕震川心里只有一句话：我谢谢你呀。按小师妹的说法，这个地方岂不就是这些鬼魂的来源处？我们这是闯鬼窝里来了。应该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找一找，没准能找到这些鬼魂的来源。可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些鬼魂的来源？我们不是应该马上跑路吗？毕老前辈为了镇守那些鬼魂，耗尽了性命。遮云城底下同样出现了这些鬼魂，不幸的是，他们被放出来了。城主燕震川临死之前，把遮云城的大阵启动了，这才让那些鬼魂无法离开遮云城去别处。前头是一人生命的代价，这次是一城生命的代价，未免有些太沉重。所以叶玲珑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有一有二，没准就有三。当小三出现的时候，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确实是应该跑路，但是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跑，是吧？是啊，那些从前鬼魂竟然能够逃出这里，是不是说明他们知道出口在哪？对啊，那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来源处，是不是就能反方向找到出口处？没错。刚才说的差不多了，我们这就起来找。好，醒醒，启程了。叶子姐，我真的好害怕呀！我这么弱小，你能不能……你提醒的对，我该给你解开封印了。于是叶玲珑从戒指里掏出一本书，翻了几页之后重新合上，整个过程没超过10秒钟。看到瞬间恢复的自己，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啊！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强大的金丹了，保护我们往前走吧。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啊？一直深入往下，感觉好压抑，好可怕呀，就像走入深渊一样。我也想知道呀，要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这路上偶尔飘一只都不够招财吃了，更别说囤新的口粮了。走了这么久，你们累不累？要不我们原地歇会儿？一个每分每秒都在卷天卷地卷所有的人，忽然建议大家休息一会儿，这是几个意思？小师妹，你为什么忽然叫我们歇一会儿？因为我怕这时候叫你们修炼，搞不好你们会走火入魔，所以还是歇会儿吧。很快他布置好了一个阵法，将他们圈在里面。胖头，现在是你报答我的时候啦。什么？要我报答你呀？你竟然提出这种要求，那我就满足你。叶玲珑手指一划，在他的果皮上划了一道痕迹，雪莲果的香味儿一下子就飘了出来。你想做什么？叶玲珑二话不说，把它放到了长耳的背上，然后在长耳的身上贴了一张加速符。该你上场表演啦！一个一个去找他们，太浪费时间了。你呢，去把他们都给我勾引过来，我一锅端，快去！什么？你让我一个果子去用生命勾引鬼魂？3张 S 帕符，涉及生命危险，多少张都没用。5张 S 帕符，好笑！我是这么没有原则的人吗？7张给你充满一个灵气玉，足够打破你的原则了吧？不行的话，我就另想办法啦。谁说不行？虽然我的原则不可被你打破，但它可以被我随时修改呀。成交，你不准反悔。没过多久，兔子带着果子飞速回来，身后还跟了一大批面色疯狂的鬼魂。叶玲珑迅速地装满了整整7个笼子的鬼魂。叶玲珑，我超额完成了任务，给你带了个大鬼回来，14张 SPA 做2次灵气鱼，一个都不能少。他带回来的鬼魂硕大无比，他撞到了阵法上，
整个阵法开始颤动起来。他一爪子把那个笼子给拍碎了，里面的鬼魂从笼子里逃出来之后，被他左手一只，右手一只，直接塞进了嘴巴里。小师妹，这下怎么办？只能拼死一战了。我怕拼不过呀。醒醒，你现在是金丹，还不如继续当个练气呢。叶玲珑迅速地把招财从戒指里召唤了出来，同时迅速地拿出符笔，在雪影身上疯狂写遇鬼的符文。这时穆萧然也把自己的剑拿出来让他写。陆白薇见状也把自己的剑取了出来。师姐你就不必了，那我一个筑基都上了，你一个金丹躲我后面。罗延忠也把自己的剑取了出来，让叶玲珑写符文。小师妹，那我呢？展示你最强实力的时候到了，团战加持给起啊，能赢全得靠你。对啊，他是会加持的。小师妹，我准备好了。当了那么久的练气，老子也该爆发一回了。招天神剑诀，强大的剑气嗖嗖嗖地划开巨鬼的身体，每切下他的一部分身体，招财就迅速地冲上去，把那一小片直接吃进了嘴巴里。罗延忠和穆萧然迅速地学着用叶玲珑的办法切这只巨鬼，只要功夫真，巨鬼消成真。三个人打着打着，越打越不对劲儿。陆白薇，我单独加一个最快速啊！陆白薇，防御给我加到满格啊！哎，陆白薇，攻击！算了，我不攻击了，你给我加其他的，能保命的那种。啊，等一下，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被针对了？他为什么只打我一个？我想不通啊！罗延忠被巨鬼抓得满场乱跑，叶玲珑顿时眼睛一亮，甩了3张加速符到他身上。下一秒，啪的一声，他直接就撞到了墙上。陆白薇，这也要算我头上？罗延忠，发挥你价值的时候到了，快点上蹿下跳嘲讽他，当他逮着你打，我和师兄负责在后面接天。于是罗延忠拿着剑满场乱跑，给叶玲珑和穆萧然消他形成了良好的环境。战斗结束，所有人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胖头，你是不是不想在我这儿待了？我就问你，如果是你跑去引诱那些鬼，小鬼一抓一大把，大鬼半天才看见一只，你会忍得住不去撩他吗？当然忍不住，但作为胖头的现任监护人，这面子不能丢。那我必定会先询问一下大家的意见，绝对不会自己擅自做决定。他说这话是认真的吗？我的意思是，大人可以临时做决定，但你个果子不该擅作主张。胖头瞪大了双眼，这人还要不要脸了？叶玲珑，你……胖头话还没说完，就被叶玲珑给收回了戒指里。抱歉，没有教育好这颗果子是我的过错。叶玲珑看到他们3个都在疗伤恢复，于是他从戒指里摸了一本书出来看，一边看一边还拿着符笔在地上写写画画做练习。试试这个。陆白薇踹了罗延忠一脚。你想先试试啊？行。叶玲珑便将符纸贴在了他的身上。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没有。哎，这符有什么用啊？叶玲珑就撤掉了他们周围的阵法。下一秒，他眼看着那只鬼魂看了他一眼，然后便往他身后的其他人扑了过去。叶玲珑立马啪啪啪，3个人每人贴了一张。顷刻间，那只鬼魂失去了目标，一脸迷茫的在四周围转圈圈。小师妹，这符也太厉害了吧！我们是隐身了吗？不，我们只是也变成鬼了。简单来说呢，这是叫鬼气符。
我把那些鬼的鬼气收集起来，封存到符纸里。符纸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会散发鬼气，镇压我们的人气，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在他们面前路过。你有这东西啊？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我刚学的。你刚刚不是也在看书吗？你学了什么？展示一下。抱歉，这是烈阳殿的秘籍，恕不外传。说得好，这种秘籍留着祸害你们烈阳殿自己人就够了。叶子姐，我不要面子吗？我们走吧。你们在这儿等我。你要干什么？我要去看一眼，就一眼，我保证我一定会安全回来。你们在这里接应我，好不好？不行，若是你一定要去，我陪你去。还有我们一起来的，绝不能分开。虽然我跟你们不是一伙的，但现在怎么说也在一条船上，要么还是一起去吧。好，我就等你们这句话了。现在他们后悔还来得及吗？只见叶玲珑抬手从戒指里取出了好几张符纸，来，人手一份，永不落空。说完之后，他啪啪啪的把其中3张贴到他们身上，贴完之后，剩下的全部贴到了自己的身上。叶子姐，你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就一张防身，你自己贴了那么多，你这……罗延洲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愣住了。我不能动了。小师妹，你做什么？啊，小师妹，你竟然不带我一起玩了！等我。这跟在远处看到的一样，是一个深渊。他一鼓作气冲到了深渊的边缘，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涌上心头，像是踏入了地狱之门一般。抬手就撕掉了他们的定身符。走，快走，离开这里！小师妹都怕了，那就是真的该怕。于是他们人手贴了2张加速符，朝着来的方向跑了回去。小师妹，你怎么了？小师妹，没事，死不了，就是有点累了。你到底看见什么了？怎么会忽然这样？我看见了那里。剑光一闪，渐渐抵在了叶玲珑的额头之上。这怎么回事？他的剑中邪了吗？他们正要把这把剑给打开的时候，动什么动？你们要是想他死掉的话，就拦着我。哎呦，我的妈呀！这剑中邪了吗？他竟然会说话！你看到一把剑说话，中邪的那个难道不是你吗？你什么脑子？你知道我小师妹怎么了吗？他看了不该他看的东西。还有你们也太会了，竟然还问他看到了什么？你们是怕他死得不够快吗？我现在把他记忆给抹了，你们别嚷嚷。待会儿我剑一抖，抹多了，他醒来六亲不认，可别怪我。这一下其他人顿时不敢出声了。雪影剑光一闪，送入了叶玲珑的眉心之中。片刻后，剑光消失。这事儿啊，你们别跟他说，就当没有发生过，省得他不信邪，天天回去想。还有，你们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鬼气符，赶紧撕了吧，贴久了也不怕自己真的变成鬼了。玄影看着这群不靠谱的小孩，顿时就一阵头疼。干什么？看到叶玲珑脸色苍白的坐在那里，还染了一身的血，完了，这么快就要重新找下家了吗？叶玲珑，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小师妹，愣着干什么？快，刀呢？然后把自己全身上下看了一遍，最后折指自己中间的那条腿。割这个吧，赶紧的，别磨叽。他小刀在手，咬牙一挥，将他中间的那条腿给割了下来。
孟萧然赶紧把胖头的腿简单清洁一下，送进了叶玲珑的嘴里，然后赶紧拿出一个植物系最爱的甜浆液，喂进了胖头的果茎里。过了没多久，叶玲珑就悠悠转醒了。你们看到他这副样子，其他3人顿时就被他给吓到了。